中国外交部和中国驻中非共和国大使馆再次发布安全提醒，近期暂勿前往中非共和国首都班吉以外地区。在班吉以外地区的中国公民和中资机构尽快撤离。如果遇到了紧急情况，要及时报警，并与大使馆取得联系。如果当事人仍坚持前往，由于提供领事保护与协助产生的费用将由个人承担。2012年底，当全球的目光正聚焦于日趋升级的叙利亚内战时，在非洲大陆的心脏地带，另一场人道主义危机也在悄然爆发。中非共和国这个坐拥丰富自然资源却长期深陷动荡泥潭的内陆国家，局势急剧恶化。一场旷日持久的大混战由此爆发，至今仍未平息。战争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令人触目惊心。这场内战的残酷性丝毫不亚于近些年所爆发的任何一场冲突。然而，国际媒体的聚光灯却很少聚焦于此。信息匮乏，报道不足，使得外界对中非的苦难知之甚少。媒体的失语让中非的危机更加隐秘，也更加难以解决。内战导致整个社会结构支离破碎，国民经济遭受重创，国家基础设施损毁殆尽，无数平民瞬间坠入绝望深渊，生命如草芥般被无情收割，血染山河，生灵涂炭。国内农田大片荒废，市场一片凋敝，商业活动奄奄一息，绝大多数民众彻底丧失了经济来源。战乱严重破坏了物资供应链，导致粮食和生活必需品价格飞涨，进一步加剧了人道主义危机。根据权威科学杂志 Undark Magazine 发布的数据显示，有 73% 的中非儿童每天只吃一顿，或者根本吃不上饭，而成年人这一比例更高达 82%。为了维持生计，一些青壮年男子被迫加入各派武装组织，即便成为了手持武器的武装人员，但仍然难逃饥饿与死亡的威胁。长官们可以在第一时间享用美食，他们吃饱后，剩余食物才会分给普通士兵，动作慢的只能挨饿。他们每天都在生死边缘徘徊，执行着高危任务。在我们的印象中，雇佣兵绝对是一个高薪职业，但在中非，他们的报酬令人大跌眼镜，在后面的内容中会为大家揭秘。武装组织控制的矿区营地里，尽管看似荒凉破败，却有一间杂货店在营业。在营地的另一角，还开着一家简陋的旅馆和一个服装店。虽然这只是一条二手裤子，但价格却并不便宜。在一处简陋的摊位前，几大块卖相不算好看的生肉正等待出售。生意兴隆的酒馆内，一杯咖啡的售价令人啧舌，几乎相当于前面那些雇佣兵一天的收入。这些看似衣衫褴褛的淘金工，仅需工作一个上午就能获得3克黄金。这在战乱的中非绝对是个高收入群体，这也是他们能够承受高昂物价的原因。不过，淘金工们出售黄金的价格却令人大跌眼镜。后面如果大家得知收购价格，绝对都想飞过去买几斤。此外，他们依然沿用着古老的淘金技艺，提取过程令人称奇。与日进斗金的淘金工相比，在首都班吉另一批人同样与河里的沙子打交道，但二者的收益却是天壤之别。他们冒着巨大风险潜入暗流涌动的河底，依靠捞沙谋生。为了装满一船沙子，工人们需要潜入水下几十次，运至岸边后再一筐筐地卸下。之后，他们将会再次划船返回河道，重复这一流程。长时间的无保护潜水会对捞沙工的听力和肺部造成损伤，耳道常因发炎而渗出脓液，又疼又痒。他们采用祖传疗法来缓解症状。此外，由于船只超载和过度劳累，河流每年都会夺走数名捞沙工的性命。尽管付出了巨大艰辛和风险，他们一天的收入却只够我们买包烟。作为中非经济和政治的中心，班吉居民们的生活尚且如此不易，而偏远地区的人们更是举步维艰。常年的战火对中非基础设施造成了全面破坏，道路和桥梁的损毁导致物资运输和人员流动极为困难，公共交通早已停摆，私人出租车成了某些地区人们出行的唯一选择。这辆单排皮卡虽然外观老旧，但票价高昂，车上空间供不应求。狭小的车厢竟挤上去了30位乘客，同时还装载了大量货物。这辆已有40年车龄的破旧皮卡，虽然内饰充满了沧桑感，但其动力依旧强劲。然而，糟糕的道路状况和长时间的高负荷运转，还是让这台老古董不堪重负。沿途他们走走停停，所幸问题不大，只是化油器出了点小故障。
在司机的简单调教后，便重新焕发活力。车上的乘客中，有些是去看病，还有些是做生意的小贩。在这里，能够搭车出行的往往都是当地有身份和地位的富人，普通居民则很少出远门，近距离旅行通常都选择徒步。很多穷人甚至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村庄。在中非最西部的一个边境省，通往外界的道路被损毁更为严重，只有大型车辆才能勉强通行。全省仅有2辆卡车承担着当地居民的长途出行需求，因此车内空间一票难求，混乱不可避免。旅途漫长，每个人都想占据一个好位置，先上车的乘客可以优先挑选。一些身手矫健的年轻人选择了车厢顶部的边缘位置。比起车内的拥挤和窒息，他们对坐在车顶所带来的风险尚可承受。不过，沿途经过每个村庄，卡车都会迎来新的顾客和货物。通向首都班吉全程450公里的丛林之旅，噩梦才刚刚开始。在某些偏远地区，由于交通不畅，导致物资运输困难，商品价格上涨了近10倍，当地经济活动近乎停滞，市场萧条，店铺停业，居民生活异常艰难。由于物资匮乏，每当雨季来临时，孩子们会到丛林捕捉一种肥美的毛毛虫。这种虫子油炸后焦香四溢，在中非成为季节性的全民美食。其地位如同我们夏季街头大排档上的小龙虾，深受喜爱。不过，这种毛毛虫的捕捉和烹制也有一定的技巧，稍后会为大家一一揭秘。交通的闭塞像一双无形的手，深深扼住了偏远地区人们的咽喉。在这里，不生病竟成了居民们最奢侈的期盼。该地区唯一的诊所内仅有1名医生，药房内更是空空荡荡。50公里外的市医院是希望的灯塔，却在雨季变得遥不可及。诊室外的患者承受着巨大痛苦，但医生也无能为力。一些病情危重的患者一刻都不能耽误。这里唯一能将他们送到市医院的交通工具是3辆摩托车。然而漫长的雨季，道路状况变得更加恶劣。50公里的生死线上，患者忍受病痛与死神竞速，而对于司机和病人家属而言，这趟旅程同样充满挑战。与基层民众所遭受的苦难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首都班吉，上流社会正在举办一场盛大的选美大赛，总统夫人和俄罗斯小姐也亲临现场。经过层层选拔，全国最美丽的11位佳丽脱颖而出，她们将角逐中非小姐这一至高荣誉。第1名将斩获巨额的奖金，而亚军和季军也将获得丰厚奖品。由于现场门票价格高昂，直至盛会开始时，观众席依旧空空荡荡，这使得整个选美活动更像是上层人士的专属游戏。2019年，当中非局势再度恶化之际，2名法国记者冒着巨大风险进入中非，试图与当局展开对话。然而，他们刚一入境中非，便遭到某股力量铺天盖地的网络暴力，甚至还受到死亡威胁。几经辗转，在邻国反间谍机构的帮助下，记者与中非一支反对派武装达成了会面约定。从边境地区秘密前往该组织大本营有数百公里的路程，旅途中困难重重。尽管拥有一支全副武装的车队护送，但沿途经过的地区却是各派系武装频频出没之地，充满了不可预知的风险，随时可能爆发小规模冲突。作为中非实力最强的反对派总部，该地区一直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出于安全考虑，其具体位置和内部运转鲜为人知。此次媒体能够进入拍摄尚属首次。他们不仅建立起了完备的法律制度和司法监狱，还拥有自己的军队和税收部门。这里执行一套完全独立的运行规则。稍后我们将跟随2名法国记者，透过他们的镜头深入探索中非最隐秘的地区。每当提及中非这个国家，可能有人会想到其历史上曾有过一个极其荒唐的总统，他就是被称为非洲3大暴君之一的博卡萨。中非沦落至今日的境地，他难辞其咎。作为世界上最后一位拥有实权的皇帝，1976年12月，博卡萨宣布中非共和国改名为中非帝国，并加冕称帝，自封为博卡萨一世，并在次年举办了一场极尽奢华的加冕仪式，总开销使国家财政濒临崩溃，其奢靡程度令人瞠目。另外，博卡萨对女性抱有极强的占有欲，后宫妻妾成群，称其为暴君，是因为他使用残酷手段铲除异己，还曾下令屠杀游行学生，震惊国际。因其食人的癖好，又被称为食人魔王，其荒唐暴行令中非人民深陷苦难。然而，
这位自比非洲拿破仑的皇帝，最终的结局更是令人唏嘘不已。自媒体时代，营销号为了博取流量肆意造谣，网络上充斥着大量夸张且不实的伪知识。那么，关于博卡萨的网络传闻，究竟哪些是真实可信的，哪些又是虚假编造的？视频最后我会结合多方权威机构的信息，为大家介绍这位饱受争议人物真实的一生。Des fois, il y a des personnes qui nous disent c'est vrai que vous mangez des gens, des trucs comme ça, mais après, ils disent non. Mais après, il suffit qu'on leur dise non et puis qu'on leur gueule un peu dessus. C'est tout. Elle est roumaine. 作为法国曾经的殖民地，中非共和国在爆发内战时，法国军队为何会介入其中？这与两国之间深厚的历史渊源有着怎样的联系？另外，俄罗斯这个远在数千公里外的国家，为何会向中非政府军提供武器援助？瓦格纳雇佣兵不仅直接参与了对反对派武装的作战，还帮助训练中非政府军。俄罗斯在中非冲突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大家好，欢迎来到边缘纪录片。本期重回艰难旅程，带大家深入观察战火下的中非共和国。关于中非内战的根源，既有历史的积弊，也有现实的困境，更有外部势力的推波助澜。2012年底，因为当时的弗朗索瓦·博齐泽政府未能有效落实2007年与各反对派武装组织达成的和平协议，以致长期积压的社会矛盾与民众的不满情绪如火山般喷发，成为引发中非共和国内战的导火索。在这种风雨飘摇的畏惧之下，以米歇尔·乔托迪亚为首的反对派武装力量塞雷卡联盟迅速崛起。他们以摧枯拉朽之势，在短短3个月内控制了全国大部分地区，并于2013年3月24日攻占首都班吉，宣告成立新的过渡政府。同样以政变方式上台的前总统弗朗索瓦·博齐泽被推翻后，第一时间逃往邻国喀麦隆寻求政治庇护。然而，新掌权的塞雷卡联盟非但没能带来人们所期望的和平，反而将国家推向了更加深重的动荡与暴力的漩涡之中。塞雷卡内部的派系斗争，加之与其他武装团体的冲突，令战事愈演愈烈。各派武装力量为了扩张势力、争夺利益而肆意妄为，针对平民的暴行更是令人发指。大规模屠杀、强奸和抢劫等恶性事件层出不穷，无数村庄在战火中被夷为平地。数十万儿童因战争失学，有些被迫加入了武装团体，沦为战争工具，还有些则成为了性暴力的无辜受害者。中非的国土面积为62.3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中国的一个大型省份。该国总人口不足600万，其中约85%的民众信仰基督教。伊斯兰教是该国第2大宗教，但信徒仅占总人口的15%。成员以穆斯林为主的塞雷卡联盟上台后，非但未能弥合族群与宗教间的裂痕，反而加剧了彼此的紧张态势，使得局势更趋复杂。基督教民兵与穆斯林武装的宗派仇恨被彻底点燃，为后续的冲突埋下了祸根。此外，塞雷卡联盟内部各派系纷争不断，对平民的累累暴行，加之国际社会的制裁，进一步导致其支持率急剧下降。与此同时，其他武装力量的崛起也对其构成了巨大威胁。内忧外患的塞雷卡变得声名狼藉。2013年9月，乔托迪亚宣布解散塞雷卡，然而此举也未能挽救临时政府的危机。2014年1月，执政不到1年的乔托迪亚被迫辞职。令人遗憾的是，权力的更迭依旧没能带来和平的曙光，魔咒在相似的背景下重新上演。此时，以基督徒为主的反巴拉卡组织异军突起，开始了针对穆斯林的复仇。尽管该组织声称目标是推翻塞雷卡临时政府，但其许多行动带有明显的报复性质。他们同样用暴力手段迫害以穆斯林为主的前塞雷卡联盟成员及其支持者。虽然塞雷卡联盟已经解散，但其军事力量和影响力依然存在。部分前塞雷卡成员仍在参与冲突，甚至与其他武装派别结盟，继续与反巴拉卡组织对抗。宗教冲突、政治对立和经济利益等多重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得双方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他们的冲突在中非造成了极其惨重的人员伤亡和人道危机，两者均被指控在冲突中实施了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包括强迫征兵、性暴力和其他暴行。双方也都由于内部矛盾和外部压力，在短暂的辉煌过后便迅速瓦解成多个较小的武装派别。尽管这两个组织的实力如今都有所削弱，
但彼此间的仇恨根深蒂固，敌对关系从未改变，局部冲突时有发生。为制衡对方并谋求自身利益，双方与中非政府的关系一直处在动态变化当中，时而与政府兵戎相见，互相敌视，时而又因现实考量选择合作，彼此借力打击另一方。三者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使中非局势持续动荡，难以实现持久和平。虽然联合国于2014年向中非共和国部署了维和部队，以帮助维持和平与稳定，但其成果却十分有限。时至今日，这场持续了10多年的内战仍未平息，各派武装势力之间的冲突不断。除了联合国以外，法国和俄罗斯也曾以人道主义为由向中非派驻武装力量，试图遏制冲突升级并保护平民安全。然而，多方外部力量的介入终究未能弭平中非的乱局。这些干预行动的背后，究竟是纯粹的人道主义关怀，还是夹杂了各自利益的考量？作为这场冲突的最大受害者，中非平民的生活早已跌入深渊。在这片硝烟弥漫的土地上，他们又该如何为自己和家人寻觅一线生机？2019年2月，虽然中非政府与14个武装团体签署了中非共和国和平与和解政治协议，但是协议的全面执行仍旧面临重重困难，暴力冲突时有发生。就在该和平协议签署前的几个月，还因选举爆发过激烈的政治斗争，导致全国多地陷入动荡。2名法国记者就在此时冒着巨大风险，尝试进入中非与当局展开对话，以调查普通民众的生存现状和新政府上台以来的政治举措。然而他们的入境申请遭到了拒绝。随后在邻国反间谍机构的帮助下，2名记者与中非一个反对派武装达成会面约定。该组织名为复兴人民阵线，是塞雷卡联盟解散后分裂出来的一个主要武装派别，并逐渐发展为中非最强大的反对派武装力量，也是政府军的头号敌人。该组织主要由来自中非东北部的穆斯林武装人员组成，他们控制了全国1/3的领土，而其余10多个小型团体则把持着另外1/3。该国主要的城市和交通要道由中非当局控制，形成了3足鼎立的局面。2名法国记者几经辗转，经过3天的秘密前行，成功与前来接应的武装人员会面。雅库布少校和其手下将负责护送记者去见他们的最高指挥官阿卜杜拉叶侯赛因。该组织装备精良，2013年政变后，他们逐渐壮大，并从正规军手中接管了大量武器。复兴人民阵线的大本营在该国东北部地区，距此500公里。这条起伏不平的道路是在法国殖民时期铺设的。1958年中非成立自治共和国之后，这里就再也没有得到过维护。边境地区地广人稀，这里早已被政府彻底遗忘。零星散布的村庄居民饱受贫困之苦，基础生活设施极度短缺。旅途漫长，道路颠簸，护送记者的车队直到夜幕降临才停下来休整。饥饿和疲惫笼罩着所有人，长官们可以在第一时间享用食物，他们吃饱后，剩余食物才会分给普通士兵。动作慢的只能挨饿，就连地上掉落的食物残渣也不会被浪费。仓促的晚餐显然无法慰藉饥肠辘辘的士兵。然而地处偏僻，物资紧缺，长官决定提前发放薪水以鼓舞士气。每名士兵能够得到4000中非法郎，折合人民币约为50元，而这是他们执行10天任务的薪水，每天仅4.9人民币。接下来的旅程道路难行，最快也要5天才能抵达反对派武装所在城市。该地区并非他们的地盘，沿途潜藏着诸多风险，车队必须连夜赶路，以免节外生枝。然而这次秘密之行最终还是被中非政府察觉。就在与反对派武装领导人阿卜杜拉叶会面的前一天，2名法国记者因涉嫌间谍罪被传唤至内政部接受询问，但最终因缺少实质性证据，加之考虑到记者的身份和国籍，经多方斡旋，2名记者得以脱困。不过在社交媒体上，记者遭到来自中非的网络暴力和人身安全威胁，且事态变得愈加严重，因此他们不得不暂时终止采访计划，被迫离开了这个国家。在原纪录片的评论区，有观众指出，2名记者的遭遇是当局蓄意制造的舆论事件，意在借非政府力量铲除异己。另有观众认为，西方媒体常常以观察者自居，关注一些落后国家的现状，试图揭示贫困和冲突的根源，看似在反思殖民遗产，但实际上却忽略了自身作为殖民者在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甚至将问题归咎于当地管理不善，从而淡化自身的责任。
还有一部分观众认为，部分纪录片创作者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们是想通过报道这类国家的贫困问题，引发公众对非洲现状的关注，并推动国际社会对这些地区提供更多援助。他们也希望通过制作这类纪录片，让曾经的宗主国更深入地反思殖民主义所带来的深远危害。那么，对于以上3种不同的观点，大家又持怎样的看法呢？2名法国记者逃离中非后，随即展开了精心谋划。这一次，他们制定了一套周密的行动方案，并再次踏上了中非的土地。此番重入险境，他们行事更加谨慎隐秘。可是，想要与当时中非实力最强大的叛军头目会面，也绝非易事。接下来，他们又将遭遇怎样的艰难险阻？稍后，我们将跟随记者的镜头，潜入中非最为隐秘的禁区，一探究竟。远离战火和混乱，在中非西南角的边境地区，桑加姆巴埃雷省在黎明的曙光中悄然苏醒。这片面积不足2万平方公里、人口仅10万的小省与刚果布和喀麦隆接壤。省会诺拉的面积虽然仅相当于一个村庄，但这里是该地区连接外界的唯一枢纽。全省仅有2辆卡车负责居民们的出行，行李要根据重量和体积另外计费。牲畜、货物和乘客共享车内空间，售票员既摇母，来者不拒。在这里，货物有优先上车的权利，因为合理的堆放才能腾出更多的空间。旅程较短的乘客需将行李尽量放在外侧，方便下车时拿取。所以，这部分乘客的行李会最后上车，装车的工作由专人负责。这名旅客带着他的宠物一同旅行，可爱的穿山甲能为漫长旅途平添几分慰藉。除了售票外，季养母还需要解决乘客们的各种需求，有时帮忙捎带口信也能让他赚一些外快。在完成货物的堆放后，助手搬来梯子组织乘客上车，并提醒大家不要拥挤。不过混乱不可避免，每个人都想占据一个好位置，先上车的乘客可以优先挑选。一些身手敏捷的小伙子选择车厢顶部边缘的位置。比起车内的拥挤和窒息，他们认为车顶带来的风险尚可承受。一些想要免费搭车的人选择卡车刚启动时悄悄爬进车厢。不过经验丰富的售票员对此了如指掌，季养母对可疑乘客进行检票。几个刚刚溜上来的很快便被揪了出来，只能乖乖补票。这名戴眼镜的年轻人也拿不出车票，不同的是，他利用检票上车时的混乱，成功躲过了售票员和助手的视线，并坐进了车厢内的商务座。只有被验票后第一批上车的乘客才能占据这么好的位置。尽管这个角落并非重点检票区域，但他还是被眼尖的售票员发现了。一切处理妥当，卡车启动。这趟旅程的终点站是首都班吉，全程450公里。恶劣的道路状况使得这条运输线异常艰难。卡尔是唯一能在2天内完成这条运输线的司机，因此他的卡车总是满载乘客和货物。糟糕的路况颠得乘客们左摇右晃，尽管旅途不易，但车厢内依旧充满欢声笑语，他们都为能顺利启程而高兴。不过这也是他们旅程中最后的惬意时光了。卡车在接下来途经的每一个村庄都会迎来新的乘客和货物。在这条漫长的运输线上，每天仅2班卡车，司机从不为客源担忧。沿线居民早已习惯了这种拥挤和无序。旅途漫长，早1秒上车就多1分舒适。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搭车心得。短暂的混乱过后，车上的乘客已多达70人。非洲偏远乡村一望无际的丛林和黄土小路，不失为一道独特的风景。不过，坐在车顶的乘客却无暇欣赏，他们需要时刻提防道路两侧探出来的树枝。车厢内，乘客们用歌声来分散注意力，以消解不良姿势和拥挤所带来的折磨。生病的儿童精神萎靡，静静地依偎在母亲怀里。对于成年人来说，旅程才刚刚开始，他们的磨难远未结束。回到中非的边境地区，
之前因安全威胁被迫终止采访计划的法国记者，经过周密计划和部署，在中非邻国反间谍机构的帮助下，他们于2019年2月份再次秘密入境。这次前来接应的仍然是反对派武装组织中非复兴人民阵线。该组织的军事领导人阿卜杜拉耶·侯赛因将与2名记者会面并接受深度专访。途中，车队停了下来，他们向记者展示战火中政府军的暴行。9年前，这里曾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原住民村庄。中非武装部队以抓捕叛军为名，将这里彻底摧毁。护卫队成员达乌德就曾是这里的村民，他向记者指了指自己家的位置。在那次袭击中，达乌德因在田里干活而幸免于难，家庭中的其余7位亲人全部遇害。当记者问他是否想要报仇时，达乌德回答说，他只想要和平。前往反对派大本营的路程还有很远，众人未多做停留，便再次启程。然而旅程并不顺利，该地区环境复杂，即便是军用皮卡，也频频陷入干燥松软的沙土之中。除了黄沙尘土，沿途遍布积水坑，时不时还有河流横亘其间。有些河道的水位甚至没过了发动机盖，车辆随时可能罢工。糟糕的路况使车辆故障频发。虽然已经在路上艰难行驶了2天，但他们只完成了1/3的旅程。从大本营到该地区接应记者，车队已经出来8天了，这是他们最后一条备用轮胎。剩余的旅程依旧充满挑战。领头车在通过一处积水坑时被牢牢困住，进退不得。车辆一侧轮胎深深陷入了淤泥，无法提供足够的动力，而另外一侧的前轮被水坑里的2块石头牢牢卡住。他们想通过抬起皮卡，然后往车轮下塞入木头和石块来让汽车脱困。可能是满载物品的车身过重，或者是轮胎被卡得太紧，众人合力也未能撼动皮卡分毫。无奈之下，他们只能尝试将车辆往后拖拽。这办法虽然可行，但强制拖拽很容易造成轮胎破损和轮毂变形，况且他们也没有备用轮胎可换了。好在他们这次运气不错，在后车发动机疯狂的咆哮声中，被困皮卡顺利脱困，轮胎也完好无损。辛苦折腾了4个小时，所有人都已疲惫不堪，最后却只花了10几分钟便轻松脱困。突如其来的转折让大家备受鼓舞，虽然赶路辛苦，但他们并未休息，便再次踏上了旅程。载着2名法国记者的车队日夜兼程，终于在第5天凌晨抵达东北部城市比劳。这里是中非复兴人民阵线的根据地。清晨时分，天色渐亮，战士们已开始晨练。他们希望以最佳状态迎接最高军事长官的检阅。西装革履的阿卜杜拉耶曾是一名成功的商人，也是前塞雷卡武装联盟的骨干成员之一。2013年3月，塞雷卡联盟领导人乔托迪亚掌权后，阿卜杜拉耶获得了部长的职位。同年9月，总统乔托迪亚宣布解散塞雷卡联盟，其本人也在次年1月被赶下台。而解散后的塞雷卡联盟成员纷纷选择加入不同派系武装团体或自立门户。由努尔丁亚当创建并领导的复兴人民阵线便是塞雷卡分裂出来的一支武装力量。经过多年发展，逐步在该国东北部地区站稳了脚跟。他们建立了自己的警察、监狱和军事基地，还拥有征税的权利。此外，该组织还从其控制地区的金矿和钻石矿中获取巨额利益。作为该组织的军事首领，阿卜杜拉耶宣称他拥有一支由12000名士兵组成的军队。当记者询问阿卜杜拉耶对其麾下士兵是否满意时，他的表情已给出了答案。兴致高涨的阿卜杜拉耶自然不会错过在镜头前发表长篇大论的机会。他首先盛赞士兵们的卓越表现，并激励他们克服眼前的困境。要知道，这些士兵只有在执行任务时才能得到每天不到5元人民币的报酬。由于物价高昂，他们甚至连一顿像样的饭菜都是奢望。阿卜杜拉耶向士兵们承诺，这种情况很快就会改变。与政府的谈判已取得最新进展，一旦当局答应了他们资质的要求，所有跟随他的民兵都将被编入正规军，他们的身份将获得公众认可，待遇也将显著提高。先是夸赞，再鼓舞，最后画大饼。尽管这些话术老套，却十分奏效。士兵们都被首领慷慨激昂的发言所感染。事实上，该组织与政府军之间的谈判已持续了10年之久，但复杂的政治局势和深层次的社会矛盾使得双方的和谈屡屡破裂。这支由120名士兵组成的队伍是复兴人民阵线的精锐，
也是该组织向外界展示实力的门面。阅兵仪式结束后，2名法国记者获得了阿卜杜拉耶的信任，并被允许进入他们的核心营地。作为中非实力最强的反对派总部，该地区一直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其具体位置和内部运转鲜为人知。此次媒体能够进入拍摄尚属首次，这里与中非其他地区几乎完全隔绝，俨然一个独立世界。复兴人民阵线甚至将其视为未来建立首都的首选之地。稍后我们将跟随记者的镜头，继续探索这个国中之国的秘密。重新回到去往首都班吉全程450公里的丛林之旅，司机卡尔为了兑现2天内将乘客和货物送达的承诺，他已经在路上连续行驶了10多个小时。恶劣的路况让这段旅程步履维艰，车厢里乘客们早已疲惫不堪，启程时的轻松氛围荡然无存。夜间赶路视线不佳，尽管身心俱疲，但司机仍要保持警觉。有些路段因为长年累月的碾压和缺少维护，车辙深达50-60公分，司机如果分神，剧烈的颠簸就可能将车顶的乘客甩落，甚至导致卡车侧翻。车顶乘客的重量时刻威胁着卡车的平衡。为了确保安全，每当卡车经过颠簸路段时，这些乘客都必须下车徒步。有时，这种路段长达数公里，对他们而言，无疑是一场对意志与耐力的双重考验。在中非，狭路相逢，司机们遵循着一条不成文的铁律，大车先行。不过今天他们遇到了硬茬，对向车辆并没有避让的打算。车顶乘客不断鼓动司机勇往直前，因为路旁空地未经碾压，土质松软，如果贸然避让，卡车就可能陷入泥土。面对压力，司机卡尔也毫不示弱。不过所有人都忽略了一点，个头大不代表实力强。尽管对向车辆选择靠边避让，但同时卡车也被截停。对方车辆并未悬挂任何标识，实际上他们隶属于中非总统卫队。士兵态度十分强硬，并与卡车上的乘客和司机发生了争执。一名士兵朝天鸣枪示警，随着一串刺耳的枪声响起，卡车上的乘客顿时鸦雀无声，司机卡尔也连连向对方道歉。幸运的是，总统卫队只是想让卡车尽快驶离，让出道路。一场虚惊却让所有人的精神都濒临崩溃。驶出那片区域后，卡车停了下来，旅客们惊魂未定，都在讨论着刚才的枪声，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折磨使他们倍感煎熬。所有人都不愿再继续赶路，并要求卡车停下原地休息。司机卡尔理解乘客的疲惫，他和助手同样筋疲力尽。然而这片地区并不适合扎营，地面潮湿，杂草丛生，还有野生动物出没。更重要的是，只用再行驶几公里就会到达下一个村庄，那里不仅安全，还有水和食物。这个合理的解释让乘客们无从反驳。可是眼前这几公里的路程对于车厢内的乘客来说却是无比漫长。直到卡车抵达村庄的那一刻，众人才得以解脱。不过随着车门被缓缓打开，抱怨的声音便此起彼伏。乘客们纷纷指责卡车助手，如果车上没有足够的空间，就不该继续招揽生意。人们的愤怒并非毫无理由，因为有些人从刚上车就一直站着，经受了18个小时的痛苦。司机卡尔用最后一丝力气指引跟拍的记者到村庄广场休息，并叮嘱记者，卡车将在第2天凌晨5点启程。此时，乘客们也陆续找到了落脚之处，席地而卧，任由一天的疲惫在夜风中散去。星空下，他们用歌声彼此慰藉，试图消解饥饿和疲惫。黎明时分，天色微亮，旅人们陆续从睡梦中醒来。卡车助手已经开始忙碌，为再次启程做最后的准备。经过一夜的休整，乘客们的疲惫稍有缓解，安静地等待着上车。然而当车门刚一打开，混乱的画面便再度上演，没有秩序，没有礼让，每个人都在为一席之地竭力争取。孩子的哭闹和大人的争吵打破了村庄清晨的宁静，带来了久违的喧嚣。路边的山羊对这一切视若无睹，悠闲地打着盹，等待开饭。混乱过后，卡车再次启程，剩余旅程并不轻松。
甚至比前一天更加艰难。在中非东北部的瓦卡加省，2名法国记者在晨光的沐浴下，刚刚参观了复兴人民阵线的阅兵仪式。此刻，他们受邀前往比劳参观该组织的总部。比劳是瓦卡加省的首府，虽贵为省会，但它只是一个人口1万余人的边陲小镇。由于其在与邻国的跨境贸易和交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而多次成为冲突焦点。自2013年中非爆发大规模冲突以来，该地区的道路、供水、电力等基础设施几乎被摧毁殆尽，当地居民面临食物短缺、医疗资源匮乏等严峻挑战。作为复兴人民阵线的最高领导人之一，阿卜杜拉耶刚到达总部便召集幕僚开会。会议的核心议题是商讨与中非政府之间新拟定的和平协议的各项条款。阿卜杜拉耶的首要条件是要求当局必须赦免该组织所有高层领导，原因在于他本人及其下属均被指控犯有包括种族灭绝在内的多项重罪。不过，刚刚观摩完阅兵仪式的幕僚们却对己方军事实力倍感乐观，因此他们期望能在接下来的谈判中秉持更为强硬的立场，以便争取到更广泛的权益。会议室外，士兵们过着斯巴达式的清贫生活。与中非大部分地区一样，这里没有自来水也不通电，士兵们甚至连张像样的床铺都没有。尽管条件艰苦，却未曾消磨这群年轻士兵的士气。会议结束后，阿卜杜拉耶换上了一身他最钟爱的军装。他热衷于向外界展示因和平协议迟迟未能签署而对普通民众生活造成的苦难。第一站，他带记者参观瓦卡加省最大的医院，这里仅有4间诊室，2名巡回医生在全省穿梭奔走，为6万居民提供医疗服务。作为该省最大的医院，平时仅有一位来自首都班吉的常驻医生。当阿卜杜拉耶询问医院及患者目前面临的困境时，医生却回答一切安好，并声称3名医生足以应对全省数万居民的医疗需求。他的这番回答或许是想向外界粉饰在复兴人民阵线之下的良好表象，然而阿卜杜拉耶却是希望通过镜头展现此地的困顿，以博取外界同情，进而争取支持和援助。他严厉地要求医生要如实回答，不料对方却被吓得什么都不敢说了。医生的沉默更加激怒了阿卜杜拉耶，他当即向记者指责这名医生不是本地人，所以才故意撒谎，并怒斥其不配做一名医生。事实上，记者通过走访当地居民了解到，许多病人从几十公里外赶来就诊，因为缺少医生，病人往往需要长时间等待。不同病症的患者都由同一位医生诊治，因此误诊的情况经常发生。更为严重的是，这里缺乏各种常用药品和医疗器材。该地区的医疗困境固然属实，而长久以来未能与政府达成和解，致使问题愈发严峻。掌控这片土地的复兴人民阵线也负有一定责任。在瓦卡加省，面临困境的不仅仅是医疗系统。该地区唯一的一所学校每年仅能开放短短数月，全校750名学生，仅由3名临时教师负责教学。教师的薪资由复兴人民阵线领导的平行政府支付。为了维持区域运转，该组织会对来自邻国苏丹的进口商品征税，同时也向当地商户征收地方税。每个季度需要缴纳15万非洲法郎，折合人民币约1700元。这些税款用于为军队购买食物，作为回报，民兵会保护商人的财产。不过，零星的税收对于平行政府的日常开销而言，只是杯水车薪。真正支撑复兴人民阵线财政运作的是其控制的金矿和钻石开采。金矿地处瓦卡加省最偏僻的地区，记者虽获准进入矿区拍摄，但旅程充满挑战。前一段道路相对平坦，不过越往后路况变得愈加崎岖难行，一路颠簸，他们花了整整6个小时才行驶了20公里。4驱越野车在攀爬一处坡道时被牢牢卡在了原地，短时间内很难脱困。最后的5公里道路是狭窄的林间小道，汽车很难通行。无奈之下，指挥官从矿场调来了几辆摩托车，载着众人继续前行。最终，他们又颠簸了半小时，才终于抵达矿区。大约有100名淘金工和他们的家人住在这个建在树林中央的营地里。尽管这里看似荒凉破败，却仍有一间杂货店在营业。在营地的另一角还开着一家简陋的旅馆和一个服装店。这条2手的白色裤子售价3000中非法郎，折合人民币约37元。一处简陋的摊位前，几大块生肉正在售卖。
闲暇之余，淘金工们常聚集在酒馆里聊天，讨论前一天的收获。虽然他们声称矿区的黄金储量并不丰富，收益有限，不过从生意兴隆的酒馆和并不低廉的物价来看，淘金工们的收入应该不会太差。这里一杯咖啡售价500非洲法郎，约合人民币6元，这相当于前面那些民兵一天的收入。奥斯曼不仅是这家酒馆的老板，同时也是一名淘金工人。当最后一位顾客离开后，他关闭了店铺，动身前往金矿工作。寻找黄金的地点是一条水深不足50厘米的小河。他们淘金方式简单且环保，不使用水银，也无需复杂设备。将香蕉树的主干削成薄片，然后均匀地平铺在洗沙床上，借助水流的冲洗，大部分沙子和杂质会被带走。由于密度更大，黄金颗粒会沉淀在香蕉树薄片粗糙的纹理中。仅仅工作了3个小时，奥斯曼就收获了3克黄金。这些金子在当地价值9000非洲法郎，折合人民币仅110元，每克不到40块。这笔钱相当于中非首都班吉普通职员10天的工资。对于奥斯曼来说，这是一个美好的早晨。值得注意的是，该纪录片拍摄于2019年，当时国际金价约为每克300元人民币。中非复兴人民阵线会派专人再次统一收购，然后转手给其他中间商，最终流入国际市场，价格翻了近10倍。努尔丁·亚当领导的复兴人民阵线通过控制矿产资源和参与冲突，牢牢把持着中非北部地区。然而近年来，随着国际援助和重建工作的推进，加之联合国维和部队和瓦格纳集团的介入，政府军战力不断增强。就在记者结束本次采访后的2019年9月，中非复兴人民阵线失去了对比劳的控制权。2020年2月，他们试图通过袭击当地维和部队夺回比劳，但以失败告终。此时，复兴人民阵线领袖努尔丁与军事统帅阿卜杜拉耶之间的分歧愈演愈烈。2020年12月，努尔丁领导的派系选择与其他武装组织合并，共同对抗当时的政府势力。亚当出走之后，阿卜杜拉耶成为复兴人民阵线的最高领导人。内部的分裂造成复兴人民阵线的整体实力大不如前，其控制的区域也急剧收缩。2023年4月，阿卜杜拉耶宣布解散其领导的派系。同年9月，他在首都班吉被捕，并因涉嫌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被移交特别刑事法庭接受审判。此后，他的大部分支持者转向投靠了前领导人努尔丁·亚当。虽然中非复兴人民阵线内部经历了多次分裂和重组，但各派系始终沿用相同的名称。2024年5月，中非国防军在比劳周边地区对反政府武装展开清剿行动，致使努尔丁领导下的复兴人民阵线再次遭受重创，其控制范围不断缩小。截至2025年，该组织依赖对部分地区矿产资源的控制，维持着一定的军事实力。在努尔丁的领导下，他们采取游击战术，仍在少部分地区保有一定影响力。不过，与往日的辉煌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中非复兴人民阵线在北部地区长期动荡的局势之下乘势而起，他们巧妙地利用穆斯林与基督徒之间的宗教矛盾，迅速扩张势力。在2015年实力鼎盛之际，还曾宣布建立洛贡共和国，足见其野心勃勃。随着势力的壮大，组织内部开始争权夺利，矛盾不断加剧。同时，外部也面临着多方势力的联合压制，处境艰难。内忧外患之下，其辉煌如昙花般转瞬即逝。回到中非西南部的边境地区，从林卡车前往首都班吉全程450公里的运输线，乘客们在前一个村庄经过一夜休整，精力和体力都有了些许恢复。这是卡车启程后的第2天，如果旅程顺利，他们将在今天抵达目的地。不过，剩余旅程道路更加难行，司机驾驶得十分谨慎。近期的降雨使车辙变得更深，为了减轻车身重量并保障车顶乘客的安全，卡尔不得不再次安排部分乘客下车步行。横跨路面的沟壑是被雨水冲刷后形成的，需要填平后才能安全通过。在这条路线上旅行，修路填坑对于司机和乘客来说都是家常便饭。然而，每当降雨来临，刚填平的泥土路面便会再次遭到破坏。漫长的旅途和频繁的上下车，对老人和携带孩子的妇女而言充满挑战。有些乘客对司机和助手怨声载道，而另一些则选择一笑置之。好在他们距离目的地班吉
已经不远，很快就能得到解脱。作为中非共和国的首都，班吉在内战期间成为冲突的焦点，遭到严重破坏。近年来，随着政治局势的缓和与国际社会的介入，班吉在安全、经济和社会服务方面取得了一定改善，但重建步伐整体依旧缓慢且不平衡。乌班吉河作为中非境内最大的河流，它贯穿班吉，是刚果金、刚果布和中非三国的界河，是刚果河的主要支流之一。这条河流不仅塑造了班吉独特的自然景观和经济面貌，更深深融入了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与文化传统，成为这座城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在当地经济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水上运输和资源开采方面。随着城市重建和基础设施项目的推进，建筑业对沙子的需求持续增长。依靠在河底捞沙谋生的工人成为了这座城市中一个独特的群体。他们会潜入水下10米，将沉积在河底的沙子装进铁桶，然后由船上的另一名工人负责将沙子提起并倒进船舱。装满这样一艘小船，捞沙工人需要下潜70次左右。沙子被运到岸边后，会出售给建筑公司或中间商，之后他们将再次划船返回，重复这一流程。长时间的无保护潜水会对捞沙工的健康造成严重影响。水压不仅会损伤听力和肺部，还容易引发减压病。此外，这份工作并非简单的体力劳动，它要求工人要对河流的水文环境有深刻认识，并对天气、潮汐等自然现象有敏锐判断。乌班吉河水流湍急，雨季时水位会急剧上升，随时都有溺水的风险。有时为了多装一些沙子，他们会冒险超载，因此沉船事故频发。而过度劳累造成的体力透支，更是大大减小了他们自救的成功率，往往撑不到救援赶来，就已经消失在湍急的河水中。河流每年都会夺走数名捞沙工的性命，他们在狭窄的船上作业，缺乏必要的防护设施和安全设备，使得每一次下水都可能是一场与命运的赌博。由于缺乏机械化设备，这种采沙方式效率较低，因此捞沙工人的收入也十分微薄。收购商会根据他们运回沙子的重量结算报酬，每艘小船一天的收入大约在6至15欧元之间。根据每艘小船2至4名船员计算，他们工作一天大约能分到20多元人民币。这样大小的筐子一次能装30公斤沙子，他们需要往返几十趟才能卸完。之后，捞沙工会在岸边进行简单的修整。长时间潜水已经严重损伤了他们的耳膜，耳道常因发炎而渗出脓液，又疼又痒。捞沙工通常采用祖传疗法来缓解症状，他们将一种草本植物的叶子在火边烘烤软化，然后将其揉搓成团状包裹起来。叶片中所含的汁液挤进耳道内，能治疗感染和骨膜损伤。对许多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来说，捞沙工作虽然报酬有限，但却是他们勉强维持生计的重要途径。内战导致国家元气大伤，积贫积弱，经济复苏迟缓，重建步履维艰。捞沙工的生活短期内将很难得到改善。直到今天，中非共和国的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恶性安全事件频发，外国公民面临屠杀和绑架等风险持续上升。2025年，美国国务院将全球21个国家列入4级禁止旅行警告，其中非洲国家占了7个，而中非共和国便是其中之一。此外，中国驻中非大使馆也曾在2024年发布过紧急安全提醒，除首都班吉以外的其他地区，安全风险等级均为红色，也就是极高风险。持续的内战几乎彻底摧毁了该国本就脆弱的基础设施，首都班吉的大部分学校和医院遭到洗劫或焚毁，全国80%以上的卫生设施陷于瘫痪，经济活动几乎完全停滞。2013年内战爆发时，中非共和国的 GDP 相较上一年骤降近36.4%，这一数据令人触目惊心。要知道，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一。作为当时世界经济的霸主，美国的 GDP 在1929年至1933年间累计下降了约27%。虽然家底殷实，但这场危机依然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动荡，导致全球经济倒退了10年以上。它还直接推动了政治极端主义的兴起，为第2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由此可见，如果一个国家的 GDP 暴跌 36.4%， 尤其对于中非这个千疮百孔的国家而言，无疑是场深重的灾难。在中非西部洛巴耶省的恩戈托小镇，虽然地处偏僻，但是该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让其在内战中成为各武装势力竞相争夺的战略要地。连年的冲突中断了农业生产，摧毁了交通和电力等基础设施，使得这个小镇几乎与外界隔绝。如今该地区的总人口大约只有1000人，市场一片萧条，摊位空空如也，仅有一位妇女在出售自己抓的蜗牛，街道上的店铺早已关门停业。距离这里最近的城镇远在50多公里外，摩托车是连接外界的唯一交通工具。由于道路不畅，物资运输困难，导致某些商品价格上涨了近10倍，经济活动几乎停滞，人们的生活异常艰难。虽然坐拥丰富的森林资源，但大片优质木材却难以运出，不能转化为经济收益。尽管如此，森林仍是当地居民获取食物的重要来源。随着季节的更迭，人们能够从中获取到各种食材。每年当雨季来临，当地人会捕捉一种名为马孔哥的毛毛虫。这种虫子富含高蛋白且口味独特，因此在整个中非都备受欢迎。在物资匮乏的恩戈托小镇，毛毛虫成为雨季时居民们的主要食物。捕捉工作通常由妇女和孩子们完成。这种虫子主要栖息在树叶上，夜晚的降雨会打落树上的叶子，只需在地面上翻找就能轻易发现它们。为了满足全家人的午餐，孩子们的水桶必须装满。不过掉落地面的虫子毕竟是少数，长时间弯腰寻找，孩子们累得腰酸背疼。许久未归，哥哥亚伯拉罕担心他们的安危，便也跟着来到了丛林。重要的是，他掌握着高效捕捉毛毛虫的方法，能帮兄妹更快完成任务。首先，他需要砍几根细长且轻盈的枝干，接着运用娴熟的捆扎技巧，他能组装一根长达10米的杆子。这个长度能让他们轻松够到高处的虫子，只需要用力晃动杆子敲打，毛毛虫就会像雨点般纷纷坠落。大自然的馈赠被孩子们尽收囊中，今天的午餐他们将享用一顿丰盛的全虫宴。这种虫子富含维生素、钙和铁的含量也相当高，油炸后焦香四溢。作为一种季节性美食，人们会趁其蜕变成蝴蝶之前尽可能多的捕捉。晒干后，它们能够长期保存，可供全年享用。作为商品出售也大受欢迎。在交通闭塞的地区，人们学会了自给自足，他们能充分利用身边的一切资源来改善生活。不过，在面对突如其来的疾病或意外时，他们却显得无助而脆弱。镇上唯一的诊所今天接待了一名即将分娩的孕妇。由于缺少助产师和医疗物资，这位临盆的母亲承受着巨大的痛苦。本杰明是这里唯一的医生，但他只接受过护理培训。他说，因为交通不便，条件艰苦，国家认证的专业医护人员都不愿意来这里工作。刚一上班，诊所外就坐满了等待就医的患者。诊室内躺着的男子因患有心力衰竭和肝硬化，导致血液回流受阻，双脚已经出现明显的水肿症状。而这位母亲的孩子则患有严重的贫血和营养不良，急需接受治疗。诊所缺少最基本的医疗设备和药品，患者需要前往博达市医院才能得到救治。虽然50公里的距离并不算远，但对他们来说却是遥不可及。诊室外一名急诊患者头部受伤严重，潮湿的雨季使他的伤口开始感染，如果不及时治疗，将可能导致颅内感染，他需要尽快处理。本杰明的诊所内没有任何抗生素，他只能先用酒精为其消毒包扎。事实上，当地人如果生病也会寻求巫医的帮助，他们相信这种基于精神上的仪式能够摆脱病痛。还有部分病人会选择硬扛，因此病情常被延误。等他们赶到诊所时，多半已经拖成了重症，需要立即采取医疗措施，否则可能危及生命。而镇上唯一的汽车只剩下个废铁壳子。本杰明让一位村民去召集这里仅有的3台摩托车，准备将急诊患者送往博达的医院接受治疗，并再三嘱咐要立即启程。亚伯拉罕是镇上为数不多的摩的司机之一，他最先抵达诊所，但显得忧心忡忡。他说，频繁的降雨导致路面湿滑泥泞，可能会大大拖慢行程。以往有些病情严重的患者
在运送的途中就离开了。有些病人坐在他身后，由于虚弱很难保持平衡。糟糕的路况和漫长的旅程对病人和司机来说都异常艰难。好在此刻天空逐渐放晴，3名摩的司机也都到齐。雨季难得的阳光，他们需要即刻启程，以防天气有变。3位病人需要有家属陪同，主要是为了防止他们跌落。这名患者由于脚部水肿严重，只能以这种难受的姿势骑在摩托车上，长时间的颠簸让他痛苦不堪。摩托车每行驶一段路就需要停下来让他稍作喘息。3名司机将会以最快的速度赶往博达市区。虽然时局艰难，但作为社会最底层的普通民众，他们始终以互助之情温暖彼此。亚伯拉罕对记者说，看到乡亲们如此痛苦，他内心也不是滋味。与旅程所付出的困难相比，他能赚到的钱并不多。刨除燃油和维护车辆的费用之后，他已经所剩无几。宝贵的燃油他每次只能买得起1小瓶。在距离博达市医院还有10公里时，车队突然停了下来。亚伯拉罕的油箱空了，好在同伴那里的油量充足。不过他们没有盛放汽油的容器，情急之下，亚伯拉罕拆下车尾灯罩来应急。抵达博达市中心后，他可以在那里加油。50公里的路程，他们足足用了3个小时才到达医院。病人们暂时得到解脱，将在这里得到专业的医疗救治。摩的司机此刻也如释重负，几小时前还是阴雨绵绵，此刻却艳阳高照，仿佛天气也能体察人们的心情。作为洛巴耶省的重要城市和交通枢纽，博达以其农业经济和内战历史而闻名。从桑加姆巴埃雷省到首都班吉，全程450公里的运输线路，崎岖难行。卡车在地狱般的道路上颠簸了2天，目前仅行驶了220公里。部分乘客将在博达下车，而前往班吉的旅行者噩梦仍未结束。恶劣的路况让卡车受损严重，在修车期间，乘客和司机得以获得短暂休整。剩余200多公里的路程，预计他们会在第2天晚上抵达。尽管没能兑现2天内将乘客送抵首都的承诺，但安全始终高于一切。此刻的班吉，一场盛大的选美赛事正紧锣密鼓地筹备中。经过层层严格选拔，中非最美的11位佳丽脱颖而出，她们将争夺中非小姐这一尊贵的荣誉称号。在决赛前夕，各位佳丽被统一安排至集训营进行最后阶段的备战。参赛者来自全国各地，年纪都在18到25周岁之间，对于夺取桂冠，每个人都信心满满。23岁的本地选手沙林松博志在必得，他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鉴于本届大赛以美貌与智慧并重为主题，他表示自己完全符合这2项标准。随着决赛倒计时的临近，所有佳丽在出发前齐聚一堂进行祈祷。赛事举办场地为一座可容纳2万人的体育场。这次活动的赞助商是一家俄罗斯的钻石开采公司，其老板与普京总统关系密切。大赛入场门票最低价格为1万中非法郎，折合人民币约126元，这是该国平均月工资的1/3。直到赛事开始前2小时，露天看台依然空无一人。夜幕降临时 ，VIP 贵宾区也不足100人，他们全都来自班级的上流社会。在维和部队的护送下，第一夫人也亲临现场。她是现任总统图瓦德拉的2位妻子之一。不过，今晚真正的焦点并非总统夫人，而是2013年的俄罗斯小姐埃尔米拉。她刚刚乘坐私人飞机抵达班吉，作为特邀嘉宾，她的发言赢得了台下观众的热烈掌声。在后台，佳丽们身着具有中非传统特色的服饰，准备登台表演。台下的6名评委中，有一位是来自俄罗斯的外交官，一名翻译正在为他讲解当地的风俗习惯。姑娘们热情奔放的舞姿打动了每一位在场来宾，评委们也纷纷鼓掌称赞。舞蹈表演结束后，紧接着进入了个人展示环节。班级本地选手沙林向台下观众做了自我介绍，并为自己拉票。整个赛事将通过一家俄罗斯资助的电台进行全国直播。不过，空荡荡的观众席让这场选美大赛更像是上流社会的专属游戏。最终经过评委们的审议，沙林如他预期般摘得了中非小姐桂冠。亚军和季军的奖品分别为1台洗衣机和1台冰箱，而夺冠的沙林则斩获100万非洲法郎的奖金，约合人民币12000元。当晚，
俄罗斯小姐埃尔米拉向该国母婴中心捐赠了500万非洲法郎，折合人民币约6万元。这张照片将会刊登在当地报纸的头版。主持人代表中非民众表达了对俄罗斯的感谢。自2017年以来，俄罗斯通过帮助政府打压叛军和经济援助，迅速扩大了在中非共和国的影响力。俄罗斯派遣私人军事公司瓦格纳集团为中非政府高层提供安全支持，同时还在该国资源丰富的地区进行采矿投资。不过，这种介入被指责加剧了与反政府武装的冲突。法国则依托历史殖民关系，通过人道主义援助及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来维持其影响力。然而，俄罗斯在中非不断增强的存在，直接挑战了法国在该地区的传统主导地位。尤其在资源丰富的地区，俄罗斯的采矿投资与法国的传统经济利益发生冲突，两国之间的竞争进一步加剧了中非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法国批评俄罗斯的介入破坏了和平进程，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与俄罗斯相关的账户积极传播亲俄和反法内容，进一步削弱了法国的形象和影响力。2018年，法国暂停了对中非的军事合作及援助，指责该国未能制止反法虚假信息活动。外部势力的介入使冲突更加复杂化，难以找到持久的解决方案。中非不仅饱受内部混乱之苦，还逐渐演变成了大国博弈的舞台。法国和俄罗斯的介入在为中非提供安全和经济支持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那么，外部力量的介入对中非的长远发展究竟是推动作用更强，还是制约因素更多？大家怎么看？每当提及中非共和国，很多人第一时间可能并没有太深刻的印象。其实，关于这个国家，它有2大标签闻名于世。第一是穷，从地理位置上看，中非被6个穷邻居如枷锁般环绕四周，可谓穷中之穷。在战乱最激烈的年代，它曾一度登上世界最贫穷落后的国家没有之一。近些年，虽然局势有所缓和，但其贫困程度仍然在全球前10中徘徊。关于中非的另一标签，就是曾有过一个极其荒唐的总统，他就是被称为非洲3大暴君之一的博卡萨。中非沦落至今日境地，他难辞其咎。1976年12月，博卡萨宣布中非共和国改名为中非帝国，并加冕称帝，自封为博卡萨一世，并在次年举办了一场极尽奢华的加冕仪式。作为昔日的宗主国，法国不仅派遣代表团出席了这场典礼，还为博卡萨的加冕慷慨解囊，提供了包括皇冠、军服、礼仪用品在内的大量物资支持。法国希望通过支持博卡萨来巩固其在中非的影响力，确保对当地丰富矿产资源的掌控，并维系其在非洲的地缘政治利益。即便有法国的大力资助，加冕仪式的总开销依然高达惊人的2000多万美元，这相当于现在7亿多人民币，其奢靡程度令人瞠目。巨额的花费远远超出了中非帝国的经济承受能力，使国家财政濒临崩溃。博卡萨的日常生活同样奢靡无度。上世纪70年代，当首都班基的街道上还是一幅老牛拉车、尘土飞扬的落后景象时，博卡萨个人行宫的车库内却停放着几十辆豪华轿车。不仅如此，他还搜罗了大量的珠宝首饰，并常常在皇宫内举办奢华的宴会。此外，博卡萨对女性抱有极强的占有欲，后宫妻妾成群，为其诞下数十名子女。这种穷奢极欲的生活方式与中非人民的疾苦形成了鲜明对比，进一步激化了国内矛盾。1979年4月，博卡萨下令军队向抗议人群开火，造成数百名学生丧生。这一暴行震惊了国际社会。同时，博卡萨还在宫中设立秘密监狱，关押并残酷折磨意见人士，随意处决政治犯。这位中非皇帝的荒唐行径和残暴统治激起了国内民众的极大愤怒，反抗的枪声此起彼伏，社会动荡日益加剧。法国长期支持博卡萨的政策招致国际社会的强烈批评，严重损害了其国际声誉。1979年9月，法国借机以恢复秩序为由，秘密策划了梭鱼行动，派遣特种部队推翻了博卡萨政权，并扶植流亡海外的前总统戴维达科重新掌权。
博卡萨统治期间，从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多个层面严重破坏了中非共和国的发展根基，是中非陷入今日贫穷和混乱的诸多历史因素之一。1987年，中非共和国刑事法院历时数月的漫长庭审，最终判处博卡萨死刑。法庭罗列了他所犯下的10多项重罪，其中包括谋杀、暗杀、枪杀学生、藏尸、贪污腐败，甚至还有涉及食人行为的指控。尽管一些媒体和目击者声称博卡萨曾参与食人，但这些指控始终缺乏直接证据支持。博卡萨本人对此矢口否认，并在庭审中多次表示，这些传言是为了抹黑他的个人形象。最终，陪审团并未采纳食人罪的指控，但其余多项罪名均被判决成立。1988年，博卡萨奇迹般地获得特赦，死刑判决被改为终身监禁，在被软禁5年后，竟又重获自由。1996年，博卡萨因心脏病突发，在医院去世，结束了他不光彩的一生，终年75岁。尽管他在统治期间犯下了严重罪行，但作为国家曾经的最高元首，其影响力依然不可忽视。支持他的群体与反对他的群体都拥有一定的政治力量。为了实现社会和解，避免更大的冲突，因此新政府选择对博卡萨采取相对宽容的态度。总的来说，博卡萨能够获得特赦，是多种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博卡萨时代的终结，标志着那个荒诞的中非帝国正式解体，一个短暂的非洲梦碎。尽管政权的更迭与国际社会的干预曾在短期内缓解了局势，但根深蒂固的社会矛盾和日益激化的武装冲突，让中非始终深陷恶性循环的漩涡之中，难以突破困局。在这片硝烟弥漫的土地上，权力与利益的争夺将人性的贪婪和丑陋暴露无遗。对比之下，最底层人民的苦难却遭到无情漠视。根据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2024年12月份的最新报告显示，约有280万的人口处于急需人道援助状态，这个数字接近中非总人口的一半。另据联合国难民署网站公布的信息显示，截止2024年，因家园被毁和安全原因导致无家可归的难民总数估计为130万人。由于战况复杂，且许多地区无法进入，精确的平民死亡人数很难统计。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数字相当庞大，而平民中因伤致残的更是不计其数。2012年持续至今的中非内战爆发原因是多种复杂因素长期积累和相互作用的结果。自1960年独立以来，该国政变和政治动荡频繁，缺乏稳定的政治秩序和有效的政府治理，导致国家机构薄弱，无法有效维护社会秩序和提供公共服务。尽管该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如钻石、黄金和木材，但这些资源长期被少数精英和外国公司控制，未能惠及普通民众，反而加剧了社会不公和资源掠夺。长期存在的腐败和裙带关系侵蚀了国家资源，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该国的大部分人口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高失业率和社会不平等加剧了社会矛盾和仇恨，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日益加深，为社会冲突埋下了隐患。此外，某些域外势力为了自身利益频频染指中非内政，使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和难以解决。上述盘根错节的因素相互交织，最终将中非共和国推入持续动荡的漩涡。这场内战不仅摧毁了中非共和国的社会结构，更成为了剖析当代非洲困境的典型样本。其影响既折射出新殖民主义的经济控制逻辑，也暴露出全球治理体系在应对复合型危机时的结构性缺陷。在因全球气候变化加剧资源争夺的背景下，中非困局恐将演变为制约非洲大陆发展的长期桎梏，而其重建与和解的进程注定需要数代人的持续努力才能实现。J'affirme être innocent des faits qui me sont reprochés. Je n'ai été animé que par le seul souci de servir mon pays. Allez, yalla, yalla, donnez la photo. Donnez la photo. Donnez la photo.
Rends-moi mon téléphone. J'ai pas besoin d'aller au bureau. Siri. Tu t'appelles comment? Ça va. Doucement. Madame, tu te fous de moi? Non, je voulais pas vous... Comme ça, au bureau. Dites que c'est le chaos, mais c'est vous qui semez le c'est chaos. vous, c'est qui? Vous, c'est moi? Tu te crois meilleur que les autres? Hein? Tout ce qui t'intéresse, c'est venir faire tes photos. Tu viens, tu prends et tu pars.中非共和国中部地区25号晚发生了一起武装袭击事件，导致10名平民丧生，袭击者身份不明。数辆摩托出租车遭不明身份武装人员伏击。当前，中非共和国一些地区恶性安全事件频发，安全形势严峻复杂。再来看中非共和国，中非西北部地区3个村庄当中，40名村民被非法武装团体杀害。根据当前的安全形势，中国外交部和中国驻中非共和国大使馆再次发布安全提醒，近期暂勿前往中非共和国首都班吉以外地区。在班吉以外地区的中国公民和中资机构尽快撤离。如果遇到了紧急情况，要及时报警并与大使馆取得联系。如果当事人仍坚持前往，由于提供领事保护以协助产生的费用将由个人承担。